那时上海是一个经济的枢纽，也是舆论中心。当时的新闻界就发觉到外国的大药厂对这一个运动显然有经济上的支援，因为中医中药一经废除之后，西药一定会畅销全国。当时谣言满天飞，但具体的事实，笔者恐记忆不准确，未便写出。隋汉英是南京代表，他建议一定还要邀请2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那么5位请愿代表到了南京，许多中央委员都会接见，否则就恐怕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他这个建议，我们5人都表示赞成。我说，陆仲安住在蒲石路、金长乐路，我去过他家，不如我们现在就到他家中去。我们说罢就走。陆仲安是北方人，爽直得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于是次日他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只是他不担任任何名义。还有张赞臣、岑志良2人也热心得很，也不拘名义而随同出发。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3月21日，搭的是沪宁路早晨9点钟的一班火车。在我们到达北站之时，只见车站上已拥满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中药店的职工等，有1000多人，还有一队30多人的军乐队，大家挥动着旗帜、标语，欢呼口号，奏着激昂的军乐。我们就在这般热闹的气氛中登上火车。欢送行列中，大家高举手帕，预祝我们凯旋。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40多人，排齐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代表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在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的真是热泪盈眶。在我们代表出发前的几天之中，报纸上天天有我们行动的消息，都刊在显著地位，足见各方面对我们这一个运动的支持。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受到舆论方面的抨击。我们出发时搭的是2等车，车票是4元几角，但是一上车就有人派给每人1沓报，包括全户大小各报，收费小洋2角，一杯龙井茶也收小洋2角。我们就一边饮茶一边看报。那时我和陆仲安会同隋汉英商讨到了南京之后，首先应向哪一个机关请愿，或者最先要拜访哪几位元老，请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我们在车厢中都宽了衣服做准备工作。正在谈话之间，忽然车厢中出现了一位苏州代表。他说，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1000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了队在车站欢迎你们。果然不到1小时，车抵苏州，先见一片旗海，接着又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口号。我们5个代表立刻穿上外衣，步出车厢。见到下车时，地上铺着一行金黄色的地毯，暗黄色是中医的标记，表示我们是《黄帝内经》的后人。我们5人下车，踏在地毡上，和群众握手言欢。我们挤在热烈的人群之中，身不由己，被他们包围了不得动弹。他们坚决要留我们在苏州吃了午饭再走。可是这时车站上钟声当当，我们知道火车要开了，急于上车，但是越是想走，他们越是拉住不放。我们处在不能行动时，只好请那位苏州代表通知车上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要他们先到南京，对南京车站上的欢迎群众和新闻记者说明，5位代表被苏州医药界留住了，
要改坐夜车，在明天早晨才能抵达南京，借以代致歉意。于是我们5个代表被簇拥到玄妙观前松鹤楼进午餐，可是松鹤楼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只能在2楼排满8席。大家很高兴地吃了一餐。我初次尝到一味名菜炒虾脑，认为比什么都好吃。我偷偷地问侍者，这一桌菜要多少钱？侍者吐一吐舌头说，大约要6、7块钱，表示在此地已经贵极了。吃罢之后，我见到一位医校老同学王慎轩率领中医学生200多人，手执旗帜来欢迎我们，同时又有中医3355的聚在松鹤楼下，大约也有6、700人。后来由一名纠察员指挥排列成行。等到我们下楼，一阵掌声，大喊口号，在观前街上游行起来。我们5个代表在行列之后坐了包车，随游行队伍行了好多路，到达了留园。留园本是盛宣怀姓孙的产业，那时已公开任人游览。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留园，即是盛世后裔盛裕度所主办，沿用此名。苏州留园地方大得很，也旧得很，园中有一个戏台，无形中成为苏州人的大会堂，座椅全是朱红色漆的，是清代遗物，既矮且小，好像幼稚园里儿童的椅子一般。片刻之间，我们宾主已坐满了一堂。苏州医药界领袖首先致辞，接着由谢团长代表致答词。谁料苏州代表们兼请我们5个代表，每人要做一次演讲。蒋文芳讲得头头是道，张梅安一出声，声如雷鸣，全场轰然大笑。隋汉英说一口南京话，苏州人都听不懂。我讲的是上海话和苏州话还接近。我叙述废止中医案的经过，说到了我们只靠全国人民和同业支持，中央卫生会议要是不达目的的话，外国的药商准备着巨额的款项来支持这个提案。这时人人动容，认为前途未可乐观。